反正我们现在解少子化，你生我就多给你一个不止8成，我给你9成贷款名额没关系就这样。银行不亏啊，因为他还那些贷款，然后他之后可以走法拍或者怎么样啊。对，所以你不是爱买，你爱买你就多生，或是你生一个小孩给你两个8成名额，所以你自己一个人你1间8成，你老婆1间8成名额，好，你们再生一个小孩，再多2间，这个吸不吸引人？我跟你说，非常的吸引人。如果真的有这个政策，对不对？大家就毛起来生了就这样。高贷款名额那如果可以用小孩子的数量来决定这件事情，那没有问题啊！你这样弄下去又不公平。我已经生了，我小孩今年5岁你政策现在才出来没关系啊，就看嘛就是比方说5岁以下、几岁以下那通通都适用的这个办法，哇，那确实是可以迎来一波成长确实是可以。那这个还是要办贷款因为不是说要送房子给他住然后贷款都是纳税人帮他缴，没有这种事啊。所以银行还是在审他的财力财力如果有办法负担那个收支比都有办法的话，这个才放得下去所以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威力很强实际上它破坏力不强。婚育宅政策能否让你不用买房政策的详解与未来的展望与推断先说结论，婚育宅这个没什么帮助然后政府没有要给你免死金牌，你很可能连用这个政策的条件你都不符合。我跟你讲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烧烤名的探索马里名店 GG 了美术馆那一间，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生小孩就不用买房了吗这次我们来看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先生拟推婚育宅，一胎就加码租金补贴 50% 那重点我都帮你划线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念一下。在台湾，为避免影响银行以及贷款发生状况，谁都不可能让房价一夕之间降下来。来，你看这个稳了稳了对不对？行政院院长挂保证这东西是这样台湾房地产到底是谁在管？内政部，内政它是部嘛那上面是院嘛那对，所以是内政部的老板自己都讲，谁都不可能让房价一夕之间降下来。稳了，对不对股票可以股票是靠某人一张嘴靠某位关税帝君一张嘴，哇，全部都在爆破。好，所以我们现在自己的行政院院长自己也承认不会让房价崩盘因为银行跟贷款都会出事原来是这样对不对？那你看接下来他讲内政部也将推出婚育宅概念单身的民众若住在青年住宅或社会住宅，一旦结婚或生小孩他这边是用一个那个顿号我把它解释成或是因为现在有那个多元成家多元的那个就男男女女都可以去结婚，这样结婚或是生小孩，租金的补贴将再加码，且生一胎就加 50%， 再生一胎再加 50% 来你看那所以这就是你住社会住宅那你生2个小孩，政府补贴你全部的租金，就这样你看单身狗是怎样？这是招谁惹谁了？奇怪单身狗错了吗？这个他单身是一种罪是不是？奇怪，我就单身我就被判刑了就这样那这个政策还没有公布，先来放风声。政府的施政都是这样就是新闻稿放风声尤其都集中在几家官媒，你去看中央社中央社的网络新闻，很多政策的试水温看风向都是先发在中央社，因为其他人根本不想报然后就是看风向，所以现在还在看风向的阶段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政策能使用的人会多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这个政策真的能够帮助到需要的人吗当然实施的细节办法都还没有公布，我们就来乱猜嘛但有一个东西我讲给你参考我先说我以下的说明都是政府盖的社会住宅，而不是说撒在民间自己去签约成社会住宅的那个房东我讲的是政府盖的社会住宅这个要再强调一次，政府盖的社会住宅这个跟我们后面在做自产很有关系。来，你看我们高雄亚洲新湾区前镇亚湾智慧公宅第1期基地，这个在 IKEA 那边而已然后呢斜对面现在好事多，虽然未来会搬家，然后IKEA旁边家乐福，生活机能几乎是点满的状态离高软又近，走路就会到了。
高雄软体科学园区啦哦。好，来前镇亚湾智慧公宅第一期，它这个2期哦，第一期基地共634户，包含一房型套房啊478户，两房型144户，三房型哦，重点12户。哎，是不是那里怪怪的？奇怪，你政府刚的那个什么婚育好像是要鼓励我生吧？哎，我应该没有读错听错吧？对不对？好像鼓励我生吧？啊，不是生2个补贴全部的房租啊？怎么600户你政府亲自盖的这个社宅，怎么12户是3房而已啊？社会住宅还有所谓的关怀户呢，就是老弱病残关怀户啊，不是12户一下子就被消耗掉了吗？现在什么情况啊？不是鼓励多生吗？好啦，生2个，然后是怎么样？要继续挤在2房或套房里面嘛，因为它才有那个户数啊，对不对？是哪里怪怪的？好，那你说哦没有啦，因为这个政府哦刚开始才要推啦哦，这个婚育宅是现在才讲的，社宅都已经计划好要盖，所以之前的案子来不及改哦。来，你看这个是亚湾第2期的招标案件哦，同一个地方哦，亚湾2期它离IKEA更近，过马路就到了哦，就这样。这个是我们南高雄亚洲新湾区哦，被豪宅包围的社会住宅哦，虽然旁边还有那个成功的特殊学校哦。来，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这招标文件哦，看不清楚吗？来，我放大一下哦，一房型、2房型、3房型分配比例6:3:1，不低于650户。来，这个就比值哦，我们就可以来算了。3房会盖比较多哦，算出来叫做65户，好，65户。之前一期只有12户，现在暴涨5倍哦，给个交代了哦，不错。好，那结果你看，堂堂新湾区旁边是什么？是中钢南高雄的总部，然后那个 AIT 也在里面哦，然后高雄软体园区明年会有2期哦，那现在在那边上班的人哦，已经超过3000，这样子的规模，那旁边政府盖的社会住宅哦，智慧公宅3房那样加起来77户，对不对哦？所以如果这个政策哦真的风声有确定哦，真的要做的话，3房的体量要变大，真的要变大才行。你自己到民间去看，多少是因为生小孩之后2房东西太多了哦，小孩东西又大又占地方，你又不敢丢哦，啊又乱，然后生了小孩以后要去换哦。我这个影片也拍过，我故意去看那个人家正在卖的2房中古屋，有人在住的哦，不是说整理干干净净空屋那边让人家参观，不是，就是现在看房子，那个屋主他先出去哦，可能买个饮料或是什么，让我们先看的这种。哇，没有一户哦，收纳是有办法做的，2房就是有这个硬伤哦。好，那你自己看这个新湾区哦，12加65 77户的3房，这个够用吗？你觉得你抢得到吗？而且社宅是怎样？3+3 6年，你应该不是关怀户了。关怀户的条件哦，你也不要去羡慕他哦，因为那个真是命运多舛之人哦。那3+3 6年哦，6年以后你要怎样？你还是要出来单挑6年后的房价啊，对不对？政府又没有说哦，反正你生我就帮你养，帮你养到这个小孩65岁退休哦，没这种事啊哦。那6年以后你要惜家带眷，带着小孩啊，就这样单挑到时候的房价哦。所以最后你要知道政府接下来会怎么做。我们现在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政府正在打着少子化的名义，慢慢的有在调整房市的体质哦。这个是我认为很好的进步哦。那所以它的第一步是什么？婚育宅的概念先推出来哦，先探风向，测水温，跑看会不会有问题。我猜呀，这我猜的哦，不负责任的猜，我猜错就猜错了哦。那就这样，我猜下一步是增加租屋补助，租屋还要再增加哦。现在的租屋补助你补贴起来有差，但是也没差多少钱就3-5千块各个县市还不一样。现在如果政府多推出了一个什么婚育租屋补助就是加码了你是有生小孩，你又是社会住宅的话，我就多给你钱之类，多给你5000、8000、10000。我跟你讲，本来那些懒得去申请租屋补助的家庭就会跑去申请了，所以又会有一大堆隐形房东会被迫现行，然后租屋地图也会变得更加完整。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政府目前现阶段他会想要的结果。你说对房地产会不会有影响？当然是会啊。一堆老房东现在是连政策连想都不想去了解，你知道吗？他听到租客说他申请补助那我不做了其实他哪有差？他早就退休，满打满算他不用缴税的人就这样那或是合约到的时候就不租你。好，那一旦房东不租你，一家3口要怎么办？那现在政策上允许说反正你就报，你不用管那个房东那你就报，然后就这样所以很多隐形房东会被迫浮到水面上就这样。
那个亚湾智慧公宅这样一二期加起来1300多户，77户3房。来啊，这个你平常你在那边等电梯的时候假设有2台，你站在前面，你按上，你都不知道是左边先来右边先来1/2你都会猜错了它还有那个数字可以让你参考，你都会猜错了现在是1300分之77你觉得你抽得到？哎呀，还是你牙一咬跑去买房子，应该就会变成这样嘛？那你说这些人买房子会去买预售3房吗？不知道因为预售3房实在是太过昂贵，而且要之后才能交屋那不能容忍那个空窗期，因为它最后只能6年嘛，然后算得好好的然后现在建商又会延迟交屋那中间的空窗怎么办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找中古3房的几率是很大的，马上就可以住嘛顶多就是1-2个月的装潢的时间或是就不装潢了，东西摆一摆，油漆自己漆这样子也能住。来，你看我们之前的判断又中了，叫做中古3房就是现在的版本答案，这就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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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这个我要再说一次，我之前的影片有拍我有讲这是我自己的理想再说一次，然后你认为如何？就是政策应该要怎么做我个人是认为生小孩给贷款名额即使那个小孩还没成年当然配套再说但是生小孩
如果是亲生的哦，那生小孩之后就给贷款名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很明显啊，就是台湾人啊，也不是说台湾人，华人就是这样嘛，有土斯有财，大家就是要买房子啊，就是要啦哦。那这怎么讲？就是说像赌不如输啊，礼兵治水哦，赌不如输。你现在少子化哦，就是眼前的难题啊。你去看先进开发国家有谁成功了，并没有啊。新加坡也是迷迷茫茫，好不好？所以是怎么样？那我们赌不如输嘛。华人就是喜欢自产，就是要房地产，就是要有土司。好，可以你生，反正我们现在要解少子化，你生我就多给你一个哦，不止8成，我给你9成贷款名额哦，没关系啊，哦就这样。银行不亏啊，因为他还那些贷款，然后他之后可以走法拍或者怎么样啊？对，所以你不是爱买，你爱买你就多生，或是你生一个小孩给你两个8成名额，所以你自己一个人哦，你一间8成，你老婆一间8成名额，好，你们再生一个小孩，再多2间。这个吸不吸引人？我跟你说，非常的吸引人。如果真的有这个政策，对不对？哦，大家就毛起来生了哦，就这样。高贷款名额哦，那如果可以用小孩子的数量来决定这件事情，那没有问题啊。啊，你这样弄下去又不公平。我已经生了，我小孩今年5岁，你政策现在才出来哦，没关系啊，就看嘛哦，就是比方说5岁以下、几岁以下哦，那通通都适用的这个办法，哇，那确实是可以迎来一波成长哦，确实是可以。那这个还是要办贷款啊，因为不是说要送房子给他住哦，然后贷款都是纳税人帮他缴，没有这种事啊，所以银行还是在审他的财力啊。财力如果有办法负担那个收支比都有办法的话，这个才放得下去啊。所以这个东西哦，它看起来威力很强啊，实际上它的破坏力不强，但是就因为这个不对称哦，所以导致大家多生孩子。会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孩子也生了，生到3个，现在还敢生3个，很勇哦，对不对？非常的勇哦。那生3个，按照我刚刚最理想的版本，叫做夫妻有2个8成名额，一个小孩2个8成名额哦，所以这样加起来3个小孩，还有6个8成的贷款的资格可以去贷。可是他收支比算不过啊，对不对？他收支比可能算到第3间贷款8成，他就被卡住了嘛。卡住的时候，另外2个都已经生出来了啊，所以风险又可控了，你知道？那对于那个政府想要去解的少子化，这个又有很巨大的帮助。我个人是认为，就这样，赌不如输。既然大家爱炒房，既然大家爱自产，那你们就去炒，你们就去自产，我还给你添财加薪，鼓励你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你要帮我解这个东西，此时就 OK 哦。我个人认为会变成这样。那你也不用担心说什么啊，就会有8加9夫妻哦，这边一生生个6、7、8个，然后怎样，然后怎样的。不是他贷款办不下来，你知道？如果是我的这个政策哦，当然以我的这个小脑袋来说哦，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就不会造成什么什么啊，我只要有生都自动有2间房子超高贷款，你以为大家收支比都算得过哦？所以就是让他生1个2个3，上当了，我收支比嘎不过啊，嘎不过就嘎不过，不能买，卡在那边，可是孩子都已经生了 ，OK 了嘛，对不对哦？好，这是第一个八卦，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那第二个是说中古3房平车市场中的中古3房，你社宅不能买嘛？那中古的3房平车就是来迎接在社宅里头结婚生小孩的夫妻，他们就是要出来，就是这样。所以3房平车，我老实说，我个人认为一对夫妻加小孩，不管小孩几岁刚出生还是已经上国中还是怎样的不管是1个还是2个，我个人认为3房才是适合人类居住适合人类居住的比较理想的规划房型。高雄还做得到啊，高雄还可以真的还可以。台北我就不敢说台北因为那个3房的高总价、高成那样，中古屋也是很恐怖但是高雄现在就还可以，所以还不错那我的政策参考看看，多生小孩、多贷款席位还不止给1间、给2间，反正有那个收支比在那边控，不是说什么。你只要有生，银行要无条件的认，没有这种事情那一样是要算收支比的，卡得过就卡得过，那你嘎得过那你就去自产吧，那你嘎不过就算了就这样可是你小孩也生就这样。少子化应该可以迎来，我不敢说很大幅的进步啦那至少可以让它下降的趋势减缓很多，那参考看看。